魏婴看着对方的犹豫，自己便直言道：“老板，你收着吧，你的土豆就是值这个钱，而且这一凌城邪祟也不会再来了。”啊！小贩一时没消化小哥的消息，下意识啊了一声，随后反应过来，欣喜若狂地接过了魏小哥递来的银子。魏小哥，你也修仙，是不是那种很厉害的散修啊？魏婴眉眼弯弯，笑着说道：“我不修仙。”小贩啧了一声，对，那些修仙的都是些烂人。显然，小贩误解了魏婴的意思，但是魏婴也没有太多的心力去为杀自己的人辩解。魏婴告别小贩后，来到夷陵城的城墙，以此为界设下了护阵，至少要护得这些百姓平安过日。蓝曦臣看着已经清醒过来，仍想前往乱葬岗的弟弟，头一次感受到了大哥的那种头疼。蓝忘机清浅的双眸满是不甘心，他不信魏婴死了，而且自己被打昏前分明看到了伏魔洞里有人影。蓝曦臣不由劝道：“忘机，我知你不愿相信魏公子之死，可斯人已逝，切莫伤己。”蓝忘机看着自家的兄长不断的让自己接受魏婴的死亡，忽然感觉如此的陌生，质疑道：“兄长，魏婴何错？射日之争后，魏婴知道大家畏惧鬼道，选择住在连颗土豆都种不了的乱葬岗。”穷奇道：“我想问兄长，为何会有300多金家弟子在那里？那里的位置如何？经过射日之争，兄长当真不知？不夜天仙门百家歃血为盟，欲杀魏婴。他想停的，可是你们一直都在逼他。”蓝曦臣面色复杂地看着临近崩溃的忘机，像极儿时母亲去世时，忘机不停问自己母亲去哪儿的样子。就让忘机发泄吧，等过一段日子，忘机便会如初了。蓝曦臣思及此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嘴角习惯性微微扬起：“忘机，好好养伤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不会拦着你。”叩叩，泽无君，敛方尊送来了请帖，邀您前往金陵台参加庆功宴。敬事外弟子的声音响起，这句话如同一记大锤重重砸在蓝忘机的心上，硬生生吐了一口鲜血出来。蓝曦臣想要上前问其哪有不是，却被忘机受伤的目光生生留在了原地。蓝忘机垂下眼眸，低声问道：“兄长可上了乱葬岗？”乱葬岗蓝曦臣又怎会没上过？不是刚刚才从那把忘机带回来。可是他知道忘机说的是乱葬岗围剿，魏无羡于忘机到底是怎样的存在，蓝曦臣不懂，他也体会不了。今日怕是第2次叹气了。说罢，蓝曦臣转身离去，总要给弟弟缓冲时间。蓝曦臣笑着接过弟子递来的请帖，吩咐道：“忘机病寒，切莫让其他事扰了忘机休息。”弟子双手作揖回道：“弟子知道。”日落西山，天边也披上了彩妆，暗金色的阳光穿过层层的云层，洒在赶路的人们身上。金陵台上觥筹交错，满是欢声笑语，偶尔传来银铃清脆的声音，但终究淹没在了如嘈杂的人声下。魏婴看着天边的云彩微微发愣，下意识展开双手想要触摸。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天了？乱葬岗的天永远都是灰暗暗的，让人透不过气。车轱辘压过树枝的声音将其从神游中拉了回来。马夫抽打着马身，马吃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。“公子，尚需1个时辰才能到姑苏，你且进里面休息吧。”“无事。”魏婴坐在马夫的一边，双腿悬挂在半空中，随着马儿的前进一晃一晃，自复活以来的烦闷感似乎都散了些。“陈大哥，你可听说过南陵？”“南陵不曾听说过，你可以去问问其他人。像我们这种马夫，要么一辈子就在那一个地方跑，要么就是大江南北跑。”马夫不假思索便回答，随后又说道：“公子，若非你钱出的那么高，又是去姑苏，我还真不一定就接了。”“姑苏啊，我也想去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听说那里的人长得可好看了。”魏婴眼前似出现了一张俊极的脸，一板一眼说着无聊，浅笑着应和道：“是啊，姑苏的人长得都很好看。姑苏那风水好啊。”“养人？这和风水何关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姑苏夏不热冬不冷，空气好。”两人这么一问一答间，马车已经缓缓融入了夜色之中。金陵台上的宴会氛围随着夜色的降临，也渐渐地调高了起来。不少家主已经喝得东倒西歪，可也有几家弟子低头吃菜，仿佛没听到那些家主最后的话语。
江宗主，来。姚平眯着眼，醉意朦胧的来到江婉银的身旁，半晌又打了一个酒气十足的嗝。江婉银早已被灌了好多的酒，那是连魏无羡也没喝过的酒，想到此，江婉银痴痴的笑了。江婉银半只手撑着桌子，歪着脖子看着眼前的人，似是确认了眼前的人不是魏无羡，眼底那抵挡不住的笑意漫了开来。哈哈，好，我是宗主，我来。金光瑶看着满场的醉鬼跑来跑去，甚至直接对着金家婢女动手动脚的，也有高声咒骂的，整个金陵台乌烟瘴气，让坐在兰溪尘旁的金光瑶颇有些尴尬。金光瑶侧身吩咐一旁的小厮：小易，那些家主都已经醉了，送客房去，别忘了帮他们换下醉酒后的衣裳。